陈平的神识如蛛网般渗透进蛮王殿地砖下的禁制，最终锁定了大殿中央王座后方的玄黄石壁。那石壁看似普通，却流转着上古蛮荒特有的粗犷符文，每一道纹路都透着血腥与古老的威压。他屈指一弹，指尖蹦出一缕混沌剑气，精准斩在石壁符文的节点上。轰隆，石壁应声裂开，露出深不见底的通道。通道内漆黑一片，唯有尽头闪烁着幽幽金光，伴随着浓郁到化不开的灵气与一丝若有若无的神魂波动。陈平眼神一凝，踏步走入通道，脚下刚触及地面，四周突然亮起万千古灯，照亮了一座穹顶百丈的圆形宝库。宝库内景象堪称震撼，四周墙壁嵌满夜明仙晶，照得整个空间亮如白昼。中央玉台上堆放着小山般的仙石，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作实质，更有无数玉匣、兽皮卷轴随意摆放，其中几株散发着混沌气息的灵草，竟让陈平的识海都微微震颤。但真正让他瞳孔收缩的，是宝库最深处悬浮的一道金色神魂。那神魂约有3丈高，身披兽骨战铠，面容模糊却透着睥睨天下的威严，周身环绕着蛮荒古族特有的图腾虚影，每一道纹路都仿佛蕴含着天地初开的法则。外来者擅闯蛮荒祖地，找死！神魂开口，声音如同万兽咆哮，震得整个宝库嗡嗡作响。陈平只觉一股沛然墨玉的威压扑面而来，比之前的大长老强了何止100倍，竟隐隐触及了准圣境的门槛。他瞬间运转时间本源，领域轰然展开，试图压制对方。然而神魂只是冷冷一笑，袍袖一挥，一道凝实如铁的金色气浪便撞向陈平的领域。咔嚓声中，时间领域如同玻璃般寸寸碎裂。陈平只觉胸口一闷，竟被这股气浪震得连退3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区时间本源雏形也敢在本座面前班门弄斧。神魂虚影踏空而来，五指成爪，带着撕裂空间的威势抓向陈平咽喉。念你修为不易，自废修为，本座可留你全尸。陈平眼神冰寒，体内混沌真气疯狂运转，同时祭出斩仙飞刀，化作一道青芒射向神魂眉心。但神魂只是随意指点出，便将飞刀震得倒飞而回，其上甚至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不可能！陈平心中大骇，这神魂的实力远超他的预料，仅凭一缕残魂便有如此威势，蛮荒古族的先祖究竟是何等存在？他接连施展数种神通，甚至引动了识海中的混沌珠，但神魂如同万古神山，岿然不动，每一次反击都让他险象环生。眼看神魂的攻击越来越猛，陈平体内真气即将枯竭，他猛地一咬牙，心神沉入识海道：“前辈，该你出场了。”哈哈哈，又让老夫附体吗？赤鱼魔君笑道：“不是，这家伙是神魂，你直接出来就行。”陈平说道。赤鱼魔君此时也是神魂之体，所以对付眼前这家伙正合适。识海中的封印轰然破碎，一道裹挟着滔天魔气的暗红色身影冲天而起，正是在陈平识海许久的赤云魔君。他刚一出现，便化作一道流光冲入宝库，直逼那金色神魂。哪里来的老不死的，敢动老子的人？赤云魔君身形暴涨，化作千丈魔影，指着神魂鼻子破口大骂：“看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是不是死了几万年没人给你烧纸钱？穷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吧？”金色神魂显然没料到陈平会放出这等泼皮，先是一怔，随即怒喝道：“放肆！本座乃蛮荒古族先祖，岂容你这魔头亵渎！”先祖！赤云魔君嗤笑一声，绕着神魂转了一圈，突然指着对方战铠上的一道裂痕大笑：“我当多了不起呢？原来当年跟隔壁妖族老母猪打架，被人家一蹄子踹裂了铠甲，啧，丢不丢人啊？传出去你们古族连往哪搁？”神魂气的金色光芒暴涨，
周身图腾，虚影都在颤抖。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可多了。赤云魔君眼睛一瞪，猛地凑近神魂，一股浓烈的魔气扑面而来。就你这种德行，也配当什么老祖？信不信老子撒泡尿能把你给尿死？你到底是什么人？蛮荒古族老祖有些惊恐地看着赤云魔君。我是赤云魔君。赤云魔君缓缓报出自己名号。赤云魔君。蛮荒古族老祖顿时瞪大了双眼。怎么，你认识我？赤云魔君问道。当然，数千年前，你在九重天一战杀了上万人仙，谁人不知道你啊？蛮荒古族老祖对着赤云魔君吹捧着。赤云魔君一听，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嘿嘿一笑道：好汉不提当年勇，我现在也是一缕神魂，肉身都被人废了。既然你认识我，那就给我个面子，让我这小兄弟把你这宝物都弄走吧。反正你们蛮荒古族也灭了，你一个神魂要这么多宝物也没用。赤云魔君的话彻底击溃了蛮荒古族老祖的心理防线。他没想到自己的蛮荒古族竟然已经被灭了。蛮荒古族老祖看着赤云魔君眼中那毫不掩饰的戏谑与威胁，再看看一旁似笑非笑的陈平，终于明白自己遇上了硬茬子。他知道自己若是不答应，怕是这一缕神魂都保留不住了。好，这宝库便留给你们，不过希望你们别动我古族传承根基，等我重塑肉身后，还能让蛮荒古族重现。蛮荒古族老祖说完，化作一道金光，瞬间没入宝库深处的石碑之中，再也没有动静。陈平看着离开的蛮荒古族老祖，又看了看叉着腰得意洋洋的赤云魔君，不由得笑了笑。前辈，没想到你这名声够响亮呀。陈平对着赤云魔君拍着马屁。那是当然，老夫九重天之下无敌手。赤云魔君得意地笑道。陈平神识一动，赤云魔君的神魂瞬间回到了识海之中。靠，你让老子在外面多待会怎么了？赤云魔君叫骂道。我怕你神魂暴露太久，造成损伤，到时候没办法重塑肉身就麻烦了。陈平说道。陈平如此一说，赤云魔君一句话也不说了。陈平随后招了招手，无数天才地宝、功法秘籍、上古灵气瞬间被他收进储物戒。其中最让他惊喜的是一株扎根于混沌石中的混沌灵根，以及一卷散发着古朴气息的蛮荒炼体诀残篇，其上记载的炼体之法竟比天人界古炼体一族的炼体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有了这炼体诀，我这肉身又能强悍几分了。陈平收起了蛮荒炼体诀，随后目光放到了那混沌灵根之上。这混沌灵根明显还在生长，在这灵根四周仙气明显的浓郁很多。若是把这东西种在镇魔塔内，那塔内岂不是就会一直有仙气了？陈平思索着，随后把混沌灵根连带着混沌石一起带入了镇魔塔内。很快，混沌灵根竟然在陈平面前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着。塔内的时间流速要比外面快100倍，所以成长的速度也快很多。陈平笑了起来，把一些仙石都收到了镇魔塔内。以后再修炼的话，陈平都会在镇魔塔内修炼了，速度要快很多的。不过伴随着陈平境界的提升，对于资源的消耗也是巨大的。若是多几个像混沌灵根这种植物，可以不断产生仙气，那就好了。从宝库中离开，胡麻子他们几个也都凑了过来，一个个全都是收获满满。云无涯把搜刮到的东西全都拿了出来，不敢私藏一分。可累死我了，这样下去，你杀人不累，我们几个搜刮东西可累死了。胡麻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说道。陈平扫了一眼莫青云和霍晶晶，两个女孩此刻也是脸色微红。毕竟这蛮荒城巨大，靠着他们几个人搜刮确实太累人了。云无涯，你发出信号，让你青云宗的弟子都过来，以后少不了这种搜刮，单靠你们几个人确实太累。陈平说完，
直接丢出上千个储物袋给云无涯道：“这些资源给你，老老实实听话，以后你们青云宗在三重天也能有一席之地的。多谢陈先生，多谢陈先生，我愿意给陈先生当狗。”云无涯激动坏了，云无涯赶忙发出信息，通知自己青云宗的弟子速来。我们也走吧，陈平知道该去下一个目的地了。可就在陈平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天地忽然剧烈震颤，血色残阳被乌云吞噬，蛮王殿的断壁残垣间腾起灰黑色的雾气。陈平感到一股阴寒刺骨的气息穿透云层，那气息不似蛮荒古族的狂野，却带着一种精密如机械的肃杀感，仿佛无数亡魂在雾中哀鸣。小心！胡麻子一把将霍晶晶和莫青云护在身后，他腰间的罗盘指针疯狂打转，这不是灵气波动，是魂煞。只见三道黑影自雾中凝结，形如墨染的人形，周身缠绕着细碎的白色光链，每一道光链末端都串着一枚暗淡的魂火。他们并未看陈平等人一眼，径直走向蛮荒古族修士的尸骸堆。枯瘦的手指凌空一抓，那些尚未消散的亡魂便如被无形丝线牵引，化作点点青光汇入他们袖中悬挂的漆黑葫芦里。云无涯瞳孔骤缩，拽着陈平的衣袖低声道：“陈先生，这三人应该就是我跟你说的那神秘组织的人。”黑衣人的动作极快，眨眼间便将广场上数百具尸体的亡魂收掠一空。其中一人忽然顿住，枯槁的手指指向蛮王殿深处的宝库，残魂气息在此。三人如影随形闯入宝库，无视满地散落的仙石灵草，径直来到那座刻满图腾的石碑前。为首的黑衣人掏出一枚锈迹斑斑的青铜铃，轻轻一摇，叮铃声不高，却让陈平石海中的赤云魔君猛地爆了句粗口：“妈的，是锁魂铃，专门对付神魂的邪气。”只见石碑上的金色纹路剧烈闪烁，蛮荒老祖的神魂被一股无形之力从石缝中扯出，化作光团在灵口挣扎。黑衣人面无表情，铃铛一收，光团便彻底消失在灵身的符文里。就在此时，三枚漆黑如夜的瞳孔同时转向陈平，为首者的声音像是两块碎冰摩擦：“你石海中有一道强大神魂，交出它。”陈平心中一沉，下意识运转凝心诀护住石海。不交！陈平语气冰冷。敬酒不吃吃罚酒。黑衣人不再废话，三人同时结印，袖中飞出三道黑色光锁，光锁上串着的万千魂火骤然暴涨，化作一张张魂煞大网照向陈平。那网中传来凄厉的哭嚎，竟让陈平的石海都泛起涟漪。三道魂煞大网如蛛网般照来，网中万千亡魂的哭嚎化作实质音波，震得陈平耳膜生疼。他下意识运转不坏金身，全身被金色鳞片覆盖。胡麻子也是瞬间祭出几张符咒，在他们四周形成一道道护盾。吃了！魂煞大网触及光照的瞬间，那些阴寒刺骨的魂火竟如同雪域骄阳，滋滋作响着化作青烟。陈平同时运转凝心诀，疯狂吞噬着接触到的阴煞之力。这煞气还真他妈的纯呀！陈平十分震惊，没想到这三个黑衣人的阴煞之气竟然如出的精纯。这种精纯的阴煞之气对于陈平的修炼可是大有用处的。为首的黑衣人见状，枯槁的脸上第一次露出惊色。不可能！魂煞之力遇神是神，遇魔灭魔，你区区肉身凡胎如何能抗？陈平不答，眼中却燃起一抹玩味之色。只见陈平掌心之中突然开始跳动起了火焰，并且火焰的颜色还在不断变换。给我焚！金色火焰如狂龙出海，瞬间将三道魂煞大网烧成飞灰。火焰于是不减，直扑三名黑衣人。右侧的黑衣人慌忙祭出一面刻满骷髅的黑幡，幡面展开时涌出万千鬼影，却在琉璃火焰下连半息都没撑住，化作焦黑的粉末。至火！
而且还是融合的制火，他怎么会有这等本领？中间的黑衣人惊呼，袖中飞出12枚青铜钉，钉身刻着扭曲的魂纹，组成一座微型法阵挡在身前。然而火焰触及法阵的瞬间，青铜钉上的魂纹便寸寸崩裂，滚烫的火星溅在他黑袍上，烧出一个个冒着黑烟的窟窿。撤！为首的黑衣人当机立断，腰间葫芦猛地炸裂，释放出千百道魂煞凝成的尖刺，掩护3人后退。陈平眼神一冷，瞬间凝出一团火球。这火球看似不起眼，却让空间都泛起涟漪。想走？火球脱手而出，在空中裂成3道流光，精准击中3名黑衣人的后背。左侧黑衣人惨叫一声，整个人被火焰吞噬，连神魂都未逃出，便化作灰烬。中间的黑衣人腰部被火球擦过，半边身子瞬间碳化，踉跄着撞碎石壁遁入雾中。为首的黑衣人反应最快，祭出一面漆黑盾牌硬抗火球，却被震得口吐黑血。葫芦中的亡魂也因剧烈冲击而溃散大半。小子，你等着！嘶哑的声音带着怨毒消失在浓雾深处，天地间的阴寒气息随之退去，只剩下焦黑的地面和弥漫的硫磺味。陈平，你没事吧？胡麻子赶忙问道，而云无涯则警惕地盯着黑衣人消失的方向，额头冷汗直冒。那3个家伙是神秘组织的人，这下怕是要麻烦了。先离开这里吧。陈平收起制火，眉头微皱，